大家好，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可能在未来发生的黑天鹅事件，这将会导致很多人的财富缩水，但是又会让很多人暴富。这个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源头将会是日本。我在节目最后会告诉大家如何准备，可以从中获利，把握住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机会。再次声明，本人不做任何股票推荐，影片里面的所有股票信息均为我个人的投资笔记。1月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突然宣布解散日本众议院，提前大选，导致日本债市收益率飙升，40年的国债收益率突破 4%，10年的国债收益率突破 2.3%。这个新闻大家可能在这几天的电视广播中都听说过，但是我猜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简单的说，日本的10年期、4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越高，就说明大家认为日本政府在未来还不上国债本金利息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日本现在的国家债务问题比美国还严重，而且日本在全球都有几万亿美元的投资。一旦日本国债的利率继续升高，很多借日币的企业它就得砸锅卖铁，抛售美股美债，然后换来钱来还贷款。接着再叠加特朗普经常会发一些什么贴文要打仗伊朗战争、买格陵兰、美中摩擦等等的，这所有的因素在未来很可能某一个时间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导致全球的债务危机。这个肯定是一次财富的崩溃，但是又是一次非常难得的让所有有准备的人暴富的机会。这个是非常可能发生的，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思考逻辑。美国现在的债务是 38.5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143.4%， 日本现在的债务是占 GDP 的 236%。大家看日本现在的福利那么好，学校免费，去医院看病花钱也少，这个都是建立在不断印钞之上的。高市早苗能坐上政治一把手的位置，他肯定就会比同时代的男人使用更加强硬、更加刺激、更加激进的一些政策，比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以色列的前总理古尔达梅厄。高市早苗也一样，大家看他最近说的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且还和中国硬刚，就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个性。我们知道他的个性之后，就可以预测出高市早苗也会做出非常激进的财政政策。现在日本是面临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一个就是物价连续4年上涨，日元从2022年跌到现在跌了 40%。 第二个就是人口老龄化，第三个是和美国站在一起对抗中国，把台湾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这所有的国内的矛盾集中在一起又碰上这个财政赤字。这个时候高市早苗为了降低人民的生活成本，为了拉人民的血票，就像他们承诺将食品饮料税从 8% 降到0%。这个税收一旦消失了，日本每年就会出现5万亿日元大约316亿美元的这个缺口，而且这个缺口在未来会不断的扩大。而这个缺口到底怎么办？没有税收，日本挣不到钱，政府用什么来还这个国债？这个会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1月23日本来是日本美国的每年国会，国会上就要审议今年的预算，并且国会肯定会有在野党出来说高市早苗，你看你这些政策让中国对我们禁运，物价天天上涨，而且减税会造成的缺口怎么办？肯定会有这些反对派的议员站起来狠狠地抨击他。高市早苗这么一想这个不要废话了立刻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让人民再次投票，再选一次。他就是在赌博人民会支持他的政策，支持他的减税。如果日本民众投票选了他，高市早苗就可以在以后对在野党说减税这是人民的意志，对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也是人民的选择。减税造成的政府赤字怎么办不知道，拿到选票再说吧。所以大家就担心日本未来很有可能还不上国债，所以长期的国债利率收益率越来越高。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大家不要以为日本是一个小国家，日本在世界金融上是非常强悍的。我之前在新加坡做 deal 都是跟着日本银行玩，因为只有他们可以用非常低的利率拿到世界顶级企业的大项目。日本在全世界入股了各种的银行保险机构，他们在世界的资产都是万亿美元级别开始的。因为之前10几年日元都是负利率，所以日本的金融机构向全世界的企业贷出超过1万亿美元的贷款，而日本居民持有欧美和新兴市场的股票超过 5.4 万亿美元。
再加上日本的企业、个人、机构持有的美国资产，还有每天的外汇的套利交易，这些的金额加在一起就超过20万亿美元。日本国内的国债利率如果继续上涨，日本国内的银行利息也会上涨，贷款价格就会越来越高。前几年在全球接近零利率借的这些日元贷款的企业，他们这个杠杆成本一下就大幅的上升。日本其他的财团还有日本民众一看持有美债美股的收益还不如买入美国政府债券的这些利率高，他们也会继续抛出美债美股。所以这些所有的日本的交易主体看到日本的利率在上涨，这些借款人贷款人他们都会同时抛出自己的美国资产换成日币存入日本银行。这一系列的砸盘如果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形成一个爆发点，就会导致其他人一起跟着砸盘，美债利率就会上升，美股就会大幅下跌。这些事情都一直在上演，日本的长期利率一直在走高，美国10年期、20年期的国债现在也有了一些上涨的趋势。日本的央行、美国的美联储肯定会去干预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日本的国内物价继续升高，日本继续在未来加息，那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在金融市场里面有一个术语叫做完美的风暴，就是在同一时间段，各种不利的因素都会同时出现，它们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相互强化，最终引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各国国内的矛盾都出现了，美国的两党争斗、移民问题、债务问题，日本的物价上涨、债务问题，中国的地产腰斩、外资撤出、失业大增，也是债务问题。欧洲穆斯林泛滥、战争，再加上欧洲债务。第二个就是地缘政治问题，中美博弈、台湾问题、乌克兰、俄罗斯、伊朗和格陵兰。这个所有的事情如果在未来某一个时刻一起升温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就会崩溃。瑞达利欧也说过破坏世界秩序的3大力量就是债务、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这3个力量同时破坏的时候，世界的秩序和世界的财富就会出现大洗牌。如果在未来某一天日本加息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完美的风暴，美债的收益就会像2022年一样大幅升高。美股中高估值的那些科技巨头，没有盈利甚至亏损的概念股就会遭到大幅抛售，纳斯达克和标普500可能就会下跌15%到20%。有的朋友肯定会说这是危言耸听，你为了流量散播恐慌。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可能是在学校里做了太多的数学题。投资不是考试，投资的世界不是让你写出公式，算出一个确定的数字。投资就是在不确定下判断赔率是否值得下注。我不是说日本利率飙升，明天就会出现黑天鹅。我也不是说美国股市肯定会出现下跌。但是如果我可以看出这个趋势，就可以提前准备。在股市大跌的时候，我就不会恐慌，我就不会去割肉，反而可以去逆势抄底。甚至关于日本利率这个判断对与错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在股市上涨的时候赚钱，在股市暴跌的时候少亏钱，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学校不能读太久，数学题也不要做太多。所以接下来就是重点，如何配置资产为日本黑天鹅或者其他任何的黑天鹅事件做好准备。首先，未来完美风暴都是建立在世界各国债务危机的基础上的，就是人们不再相信政府可以还钱，政府发行的纸币就是真的是纸币，不值钱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可以参考一下伊朗和委内瑞拉货币都已经贬值到0了。第二个要关注的就是地缘政治，世界都进入了军备竞赛，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2天波兰国家银行批准了增持150吨黄金，它的黄金储备要提高到700吨，成为世界上黄金储备前10名的国家。大家要知道，波兰在2战是第一个被袭击的国家，一旦欧洲现在发生什么事，波兰也是第一个出来要面对俄罗斯的。第三个要看一下，川普总统作为美国最大的招商能手，已经吸引了18万亿的投资，这些投资都真的是要投入的。美国在2026年的 GDP 增长是预测要超过 5% 的。AI 数据中心、核电站、矿场、芯片厂、造船厂等等的，全部在美国要重建。大家一定要记住，投资就要去钱最多的地方，最多的板块。从以上这些情况分析，不管未来是否会发生黑天鹅事件，首先就是要配置黄金。之前几集我说过，黄金的目标
是$5000一盎司，现在马上就要到了。未来黄金到底能涨到什么样，不知道。但是按照现在的日本、美国、欧洲这种的印钱速度，全球的军费还要大幅支出，国家的福利还要继续，黄金还要继续涨。涨到什么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各种投行他们的共识。所以黄金必须有。如果黄金最近出现下跌，我可能会增持 JDX 金矿 ETF， 或者是黄金的 ETF GLD。第二条防御性投资主线就是跟着川普的重建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要在未来18万亿的投资落地之前，储备一些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一切物资材料，包括白银 SLV、铀矿和核电站 URA、CCJ、铝业 AA、铜矿 COPX。 第三，需要减少一些亏损的没有收入的科技 AI 概念股，这些企业都是靠融资活着的，如果未来利率大幅上升，他们的股价就会被直接砸到地板上。第四个就是在交易中要不断收割获利的股票，保持 20%、30% 的现金作为黑天鹅事件的超级子弹。大型科技股比如谷歌、亚马逊，还有芯片股英伟达、AMD、美光、SanDisk、台积电等等的半导体相关的，这个都是肯定一直要配置的。股市崩盘的时候，他们的股价肯定会大幅下跌，但是大家不用慌，因为你已经了解我刚才讲的这些逻辑，在他们下跌的时候，你肯定就不会恐惧，你不恐惧，你就会去抄底。在温和下跌的情况下，科技股跌，黄金股、资源股会上涨，你把这些割出来补科技股就可以了。但是我要说一下，在超级的猛烈的下跌的时候，任何股票、黄金、比特币都会跟着下跌，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机构都会被 margin call 说要补充保证金，要不然就被平仓了。他们没钱怎么办？就肯定会大量卖出黄金、债券、资源股来换现金来补仓。这个时候没办法一切都会跌。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说一定要保持 20%到30% 的现金，抄所有人的底。投资就好像将军指挥作战一样，你要把所有的兵力都配好不能全都是坦克，也不能全部都是海军陆战队，各种兵种都要搭配一下。大家也不能梭哈明天马上就买入了，你要不断的观察在大跌的时候买入。前2天有大跌，你有买入吗？没有买入，就是你不知道风险的逻辑，你恐惧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你不但会买，而且会大量买入。过2天特朗普又说跟欧洲又好了又不打仗了，价格又会涨回来。喜欢我发财系列的朋友，请点赞订阅鼓励我一下，粉丝冲到10万。未来我还会继续跟踪特朗普、马斯克、SpaceX， 还有什么 AI 量子计算机之类的趋势。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新世界秩序正在拉开帷幕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提前都做好准备。好了，我们下期再见。